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柯志恩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郑正前委员。好，哇，这个俄乌还在打啊，真的很惨啊，超过3年还在打啊，这个真的是打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了哈。那乌克兰前线不妙哈，因为呢，他的库斯克被俄军包围，所以呢，补给线可能被切断了。哦，那边是一个很重要的补给线哈。那另外呢，俄军哈，你看穿成这样子啊，戴这个防毒面具啊，为什么？他们从天然气管里面走了10几公里，啊，躲在那个天然气管里。就你像北韩有一次呢，挖地道要这个从南韩那个汉城出来啊，就是首尔出来，把南韩人吓死了。那因为我想那个煤气管是被断气的啦，但是里面还是怕有残气，所以呢还是戴了这个防毒面具哈。那这边等了4天，有适当机会的跑出来啊，哇，这跟电影情节一样哈。所以呢，这个跑到乌克兰军队的守军的后方，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弃械逃掉，吓死，怎么回事啊？那他想都没想到哈，川普说了哈。乌克兰你要停战，你要表态啊！哦，俄乌双方都没有谈判筹码，所以俄国已经同意要和谈，你还不同意哈？而且搞出那么多的，一下要一下不要，一下肯一下不肯哈！你们双方都没有筹码，只有我有筹码，听我的！哦，而且呢，川普开出新条件哈，2个条件，第一个呢，可能司机要放弃领土的这个让步啊，第二个呢，就是要举行大选，而且你下台，我才肯啊。这个来援助啊，不过他又说啊，这个礼拜就会有大事，美乌会谈有大事，美国跟乌克兰说呢，已经恢复对乌克兰的，几乎已经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没有美国的情报，乌克兰那个仗是没办法打的哈。那另外呢，马斯克跟波兰外长呢吵架，因为马斯克在他的 X 上说呢，要把对乌克兰的星链停掉，波兰外长跟他吵架，我们1年付你5000万呢。所以波兰说，我们为了乌克兰付你5000万美金，让你提供新的计划，并不是免费的哦。你怎么停了呢？哦，那马斯克说呢，说不会关闭哦。那虽然我对乌克兰政治不好，不会关闭，因为关闭乌克兰就完蛋了，完全没有通讯了哈。那另外呢，马斯克还说，美国应该退出北约了哦。北约是欧洲人的，北约欧洲人自己防卫自己啊，叫我美国加入干嘛？美国还拿那么多钱。哦，那马斯克现在呢？因为民主党现在的宣传都对着马斯克，说他是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哦，亿万富翁跟他的财富朋友现在要占领这个华盛顿了啊，然后呢，不顾我们小老百姓的死活了哈，所以呢，民主党发动了就抗议他，甚至还乱开枪、纵火都有，把那特斯拉车给烧了，哦，所以特斯拉最近股价一直跌啊，那这个销路也下降，欧洲也下降哈。那他的副总统范斯带3岁女儿出门也被呛瞎哦。民主党一方面广告攻击马斯克，一方面的人去包围。我们看一下。才讲完，又来一波。轰炸声连发，民众吓得不断大骂。俄军再度出动集束弹狂轰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同样，顿内茨克的城镇多布罗皮利亚也遭到俄军飞弹和无人机猛炸，5层楼建筑起火，造成14死37伤。乌军则是在各地前线持续地面抵抗俄罗斯。不过，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占领7个月的库斯克地区，这几天恐怕快失守了。乌军镇守的苏贾市遭到俄军包围，大约3/4的前线都被俄军狂攻。至于乌军可以撤退的补给线也几乎快要被切断了，乌克兰可能就要考虑尽快撤退，但一旦失去库斯克，绝对重创基辅手上筹码。Країни не можуть бути картами, не можна грати людським життям. 基辅不少民众还特地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面抗议。英国《卫报》就有报道，随着川普切断和乌克兰的情报分享后，俄罗斯这个礼拜的轰炸越来越激烈，连美国白宫前面也举行示威。
示威群众还合力展开一面面积将近2400平方公尺，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乌克兰国旗，就是要让川普看到。只是周末期间，川普一如往常放假去打小白球。方你怎么看？这个俄乌有可能和谈吗？还是继续干下去？我觉得最终当然还是会上谈判桌，但是时间拖得越久，坦白说对乌克兰越不利。上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在这里其实因为经过了228白宫大争吵之后，当时我其实就提醒，我当时就提到，不能讲说提醒我也不敢确定说乌克兰他们真的能够听得到。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其实最困难的局面就在眼前，因为呢，川普不只会断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最困难的点并不是炮弹啦，或者是飞弹啦，那么这一些军事上面的援助，最困难的是天上的情报。就天上的卫星情报，这还不是 Starlink， 因为 Starlink 主要是低轨卫星，它主要是通讯的。可是更高空的这种情报卫星、间谍卫星，它所获得的资讯，俄罗斯的军队的动态，还有它的飞弹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它的防空飞弹，就乌克兰的防空飞弹，跟台湾的爱国者飞弹是一样的就是呢，它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防空飞弹，因为来自于美国系统，那对方的飞弹一起飞的时候，它的卫星要先捕捉到，然后接着经过它的超级电脑运算之后呢，才能够启动这边的防空飞弹，然后试图去拦截。所以如果没有美国的卫星加上它的超级电脑的计算，我们的防空飞弹其实就是一批破铜烂铁，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那我自己现在我明确的讲，过去这个周末让我觉得美国跟俄罗斯一搭一唱，几乎是在围殴乌克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你看到美国当他一宣布说他情报拒绝提供，而且他这个拒绝提供是非常彻底的，包括了他的五眼联盟，英国、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跟这个纽西兰，他们所取得的情报也不准分享给乌克兰。然后呢，他的民间机构萨马特也是一家卫星公司，取得的资料也不准提供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等于是瞎了眼睛，在防空各方面都瞎了眼睛，而这边俄罗斯就立刻大规模的攻击。好，这个大规模攻击其实它是有3大块。一块呢是在库斯克，那这库斯克呢是俄罗斯的境内，大家都还记得乌克兰那时候攻到了俄罗斯的境内，然后呢那时候乌克兰士气大振，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人也说很棒你看你占领了俄罗斯的领土，你可以去跟俄罗斯谈判交换。现在这一批军队处境是极为艰难，因为它几乎被包围了，而俄罗斯已经定义说这一批来的乌克兰是恐怖攻击。那因为是恐怖攻击，没有战俘的问题，所以它不是是杀无赦，其实就一律歼灭。所以那个是乌克兰的主力军队，如果这批主力军队没有办法适当的撤退的话，那个损失的有生军力是极大的。而另外一块呢，是它的第2大城哈尔科夫，是在呢第聂伯河以西、以东，然后呢比较偏北的地方。但最严重的其实是敖德萨，因为敖德萨它其实在第聂伯河以西，它是黑海旁边整个乌克兰最大的港口，也是乌克兰现在仅存的通往黑海的港口。一旦俄罗斯如果拿下了敖德萨的话，那么乌克兰就变成内陆国。那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情境就变得非常的艰辛。虽然我们看到欧洲不断的表态说我们挺乌克兰到底，我觉得乌克兰现在的民意呢也非常的高涨，觉得说呢绝对不要跟美国谈和，也不要去跟俄罗斯谈和。可是你觉得这个情境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因为原本对于俄罗斯来讲，也许打到第聂伯河以东这样就好了。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库斯克的军力它可能要歼灭。那么哈尔科夫他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是不是有所行动？如果连敖德萨都拿下来的话，按照美国现在的条件是，只要被俄罗斯拿下来的，就是俄罗斯的，就不还了。那所以乌克兰现在呢，只有2个选择：很坏的一条路跟更坏的一条路。其实他已经没有比较好的选择了。另外，俄罗斯现在大量的无人机一直轰炸，到处去轰炸，这样来郑。
目前来说，川普他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赶快兑现他竞选前的一个承诺，就是停战。那至于欧洲的安全或是乌克兰的安全，不在他的考量之内。所以，即使乌克兰的总统他愿意签署这个矿产的一个协议，但是他也不过很卑微的要求，希望能够还回一些被就是这个俄国所占领的这些领土。可是你很显然的 ，Trump 还是站在普丁这一边，这是让美国很多人，特别是过去学历史的一些大学生都会认为，哇，这是历史来第一次美俄站在一起。为什么？美俄站在一起要取得更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刚刚诚如这个凤馨刚刚所分析的，也的确是目前来说，过去3年都是不断，不管是用星链计划，用不同的系统来支持他们能够掌握俄军的这样的一个动态。那现在没有了，那当然会对他们在库斯克里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伤，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挫败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挫败。但是呢，波兰也不断的跟 Musk 也不断的喊话，就说你用这种商业性的行为，然后来断掉我们这个新的，因为也受到了波及，这完全是没有公平道义可言。所以 Trump 他不断的反复。之前他即使告诉我们，就说他要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新链的系统，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然后他跟 Musk 一起来不断的来做这样子一个处理，当然会引起非常多的一个争议啊，包括你刚刚说的 Vance， 他以前带3个小孩子出现在所有的媒体里面，那个按赞数，还有他那个爱家的形象是每个人都是疯狂的转传的，可是这次带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出去，竟然会被大家来，那都完全直击于他那时候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的呛虾，从那一线开始，你会发现所有的反制的力量，还有包括 Elon Musk。我那时候参加那个 Trump 的这个所谓的就职典礼的时候，我很难相信，哇塞，全部都是科技新贵，那些每个人的脸都是大家在很多的杂志里面所看到的，连我们很多的委员都说，我是不是可以过去等他一下，可以过来跟我们招呼，因为那些都是大家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政策的改变，那个 Elon Musk 他里面所占据的这个地位，一个科技人需要能够介入美国每一个国际情节。这么样的一个深吗？这个是目前来说，难怪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的。本来这个 Musk 是美国年轻人的偶像啊，对，年轻人崇拜他啊，说哇，这个人好有创意，又那么有钱啊，创业的一个楷模，年轻人都想学他的哈。好吧，到底他们现在这个民主党怎么反击川普？我们看一下。Our housing unaffordable, our benefits cut. Also, billionaires can reap the benefit. 美国民主党推出最新广告，锁定攻击马斯克，要在维吉尼亚州跟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中催出反川阵营的支持者。特斯拉车主被马斯克争议带衰，成为攻击目标。还有美国副总统范斯周末在俄亥俄州带着3岁女儿外出，却遇到挺乌克兰团体呛虾。I'm speaking with you and I'm trying to be respectful. I have condemned the invasion, but I've also condemned the perpetual war. 事后，范斯在 S 平台发文，指控这群抗议者用政治抗议骚扰一个3岁小孩，就是个烂人。川普政府施政的争议再延烧出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共和党籍众院议长强生安排新财年政府开支法案，在华府时间11日全院表决，但是民主党不满删减非国防资金。Is there going to be a government shutdown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Could happen. I mean, the Democrats want that. They want to destroy the country. 川普强悍面对民主党，共和党打算以一党之力通过法案，美国政治对立螺旋不断扩散。主要因为川普他们这一群人啊，他的那个手段呢太激烈了，势必引起反弹了哈。那我想他也不会不知道哦，只是说看以后到底成效有没有，有成效几年以后当然没话讲，没成效那就期中选举很惨啊。那川普也生气。为什么呢？说呢，英国国王啊，本来说要接见川普的，现在呢接见了泽伦斯基，先见了泽伦斯基。当然，川普如果去英王一定会见他了哈。这个川普觉得，怎么还先见他呢？美国人对英国人很特别的这个感情哦。听过那种英国音的英语，老美就觉得说哇，这个有学问哈，哇，这个很特别哈。所以呢，一方面啊看不起英国人，一方面又很羡慕英国人，什么王室啊、贵族啊等等哈。所以呢，英王怎么可以先接见泽伦斯基啊？怎么没有先接见我？川普生气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马英九今天2点被移民署约谈，也去了，他也去了，他本来也可以不去的哈，你有没有什么强制？也不是检察官开传票，抗传即拘哈，那他不去结果他去了啊，
旁边也有人劝他不去了啊，他考虑呢，所以有3个理由，所以去了。那因为他喜欢这个，每年他都会邀大陆学生来嘛，啊，那台湾学生也去嘛，啊，有来有往嘛。但是这次呢，大陆学生有一个团称中国台北队了，啊，说中国台北队啊打得很好的，对吧？所以呢，赖清德就火了啊，什么中国台北哦，所以呢，现在就因为马英九是办的他们马办的这个活动啊，或者他的基金会办的活动啊，所以就约谈他。那现在是不只是移民署了哦，因为他这个行政院他有个会啊，所以将来呢，这个处罚马英九可能从半年到5年。就是说，半年之内不准你再邀请大陆学生来了，那最长可以到5年，啊，所以到底会多久？他说他们还要开会，当然还要看上面的意思了哈。所以马英九今天呢，这个被约谈就去了啊。那马英九呢就说呢，这个赖清德哈，不要老是计较这种小事，不要用政治手段阻挡两岸交流了。你一方面说要交流，一方面其实都在阻挡啊。那另外呢，这个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跟陆委会去辩论啊。那另外呢，就是你不要这个，你还台大还开除了那个学生会这个什么那个社科院的这个代表哈等等哈。所以呢，这个一个学生会啊，一个跟陆委会，一个跟移民署啊，就是呢针对这3个事情啊，你移民署约谈我干什么？我前总统你为这种事约谈我啊？所以呢，他说这是要直球对决了哈。我们看一下。希望借此向赖清德政府呼吁，不要用政治的力量与行奏的手段来阻断两岸青年交流的珍贵机会。这对两岸的和平稳定不利，也不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我希望赖政府能够高抬贵手，不要处分马英九基金会，否则将会产生不必要的寒蝉效应，让其他台湾民间单位更加不敢邀请大陆的团体来台，这样会严重影响两岸的民间交流，对台湾毫无好处。马英九这次亲自去面对这个移民署的约谈呢，当然是有一点故意要把这个小问题放大的意思。好，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没有必要啊，大炮打小鸟。可是今天对马英九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他请来的这个学生团讲中国台北队的人，不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主办方的人，不是马英九基金会的任何一个干部，是大陆复旦大学2年级的学生宋思瑶。而这个2年级的学生，可爱的小女孩，她才20岁啊！她在台湾呢，她在大陆被各种的宣传，以为台湾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而且呢，她一个20岁的孩子也没有搞清楚说两岸这种什么用词啊多么敏感的问题。她是大家如果有看她的那天整天访问的上下文，她是真心诚意的祝贺中华队拿到世界12强的冠军啊！只是他们那边习惯称呼这个台湾讲的中华台北队，或者台湾说的台湾队，他习惯称呼中国台北队。结果我们的陆委会，我们的移民署，尤其是移民署是关于你能不能入境台湾的这个单位，把它扩大到呢，觉得说哇，他怎么好像是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人士这样子来口诛笔伐一个20岁的大学生后来这个宋思瑶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也蛮难过的，他讲起来都哭了。其实我就觉得真的是何必呢？而且这件事情也没停哦。通常我们大家这样子想好了。今天如果说我们办一个旅行团，或者是办一个什么课程团，我们能够主办方为里面每一个人的言论、观点各方面负责吗？那会去惩罚到非主办方所触犯的一些你的觉得说某个政治框架你超过或怎么样，会去惩罚这种事情呢？通常都是专制国家，只有专制国家才会做这个事情。那今天马英九呢，刚好要去凸显，他要去问问看民进党
啊，到底你是不是赖清德执政在整个法律都没有修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让过去戒严时期戒严法的刑法100条复辟？你是不是真的要把台湾的原来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取消？那当然，今天他所对于马英九基金会惩戒呢，很多人也觉得说啊，那你就停止半年做这个事嘛，你停止几年嘛，最多很可能也是到5年嘛。问题是，这不是这个行政惩戒，也不是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问题，而是说象征性的意义啊。你今天如果以台湾跟对岸的中国大陆，如果台湾连言论自由，连觉得是一个可以自由发声可以对人身安全、言论有很多保障的地方，你连这一点都失去的话，那我们到底跟中国大陆还可以做竞争什么？那到底民进党政府那些反中人士还在骄傲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没有他的教育，他可能就称中国，像你讲的中国台湾、中国台湾是这样嘛。但是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来这边就顺口讲，他其实并没有恶意。你听他那个讲法，他并不是恶意，故意要这样讲。你是我们的，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小题大做了哈。但是我觉得赖清德政府就是故意要小题大做了啊，把小题这个放得很大哈。那另外呢，这个王毅啊讲话以后呢，央视他们就弄了一个中国统一的一个贴文了哈。结果呢，侯佩岑啊等他们就去转发了啊，去转发。那转发以后呢，这个包括欧佩岑、欧阳娜娜等等转发啊，然后这个陆委会就说你们都是消灭国家的棋子啊，要好好查你们，同时呢要检讨你们是不是违反两岸条例啊，要的话呢就要这个处罚你们啊等等哈。那大陆网站呢就公开点名哪些艺人的确转发了，所以这个艺人夹了2篇真的很辛苦一方面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心向台湾了，在台湾长大怎么会不喜欢台湾呢哈？但是一方面市场在那个地方，大陆市场比你大太多了你在台湾呢能够什么很多人去看的可能就什么这个周杰伦这个阿妹江蕙的就其实不多的，在大陆连2线艺人台湾的2线人到那个2线、3线城市呢，都很多人去看，而且吃不完嘛，因为巡回不完嘛，那么多省份，对哈，所以你台湾市场又不够，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呢？这些艺人他有时候也必须要表态，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看也被央视把他们截图都截下来，一个个点名哪些有转，哪些没转等等那另外呢，现在没有身份证的这个有没有大陆身份证的人也要被清查。它就有4种了：身份证、护照，然后呢，定居证、居留证，那公务员、老师，很多学校都接到命令要查你们这些人到底对国家忠不忠诚，到底有没有去拿大陆的这个身份证，等等。就我认为，如果去拿大陆的护照、身份证，你问我觉得是不应该。台湾的公务员、老师其实不必，但是呢，那个这个定居证大概也不会去大陆定居，他在台湾怎么当公务员呢？当老师呢？居留证，我说是什么东西啊？他们说你随便去就有人帮你代办，然后地址他给你，并不是你真的要找到一个地址，就是那个代办人会给你一个地址，就填一填，你回台湾来，过来就寄来了，干嘛呢？因为到大陆你如果没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寸步难行，信用卡人家也不接，现款也不接，只有他的信用卡才接，你怎么会办大陆信用卡？不会嘛？你也没有大陆户头你也办不了，连坐高铁都必须要有证件，你住哪里？那你现在没有证件你怎么坐高铁？大陆高铁发达，四通八达，到很多地方都是坐高铁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是为了方便就办一个，其实那个跟忠诚度其实根本没关系，也不是定居里面，只是有居住，就像你住旅馆说，我在这个旅馆住1个月等等，我可以到处旅游是这样，但是呢也拼命去抓你来我们看一下。老问那些问题了，统一肯定需要的嘛，这个已经说完了。香港武打巨星甄子丹10号出席大陆政协闭幕，被问到台湾艺人对中国统一表态的风波，语气强硬，不想多谈。大陆外长王毅喊出中国台湾省后，台湾艺人接连在微博表态。
央视8号统整转发名单，包括侯佩岑、汪东城、陈乔恩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都转贴了中国台湾省的 po 文，这也让陆委会气得跳脚，说要依两岸条例查处配合大陆统战的艺人。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陆全国两会之一的政协会议在这里举行闭幕式。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时没有提到台湾，而是强调要凝聚共识和唱响主旋律。王沪宁致辞强调要把共产党意志转为各界的自觉行动，换言之，大陆最核心的统一工作只会越来越深入。对此，赖政府也出招，再收紧两岸政策。传出陆委会要求，不止军公教人员，政府出资的财团法人或国营事业员工也不能有大陆身份证，代表两岸政策将再度紧缩。那嘉宇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当然是乐见两岸的民间交流啊，学生的交流都是非常欢迎，但是希望前提就是在一个对等跟尊严的前提之下。那这一次宋思瑶，你可以说他是无心之过，可是确实是引起台湾民间或者是在当时你也看到，包括台大、清大、交大很多学生都特别还去抗议，因为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也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言论，所以我们没有对宋思瑶做任何的处置，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带他们来的申请的单位就是马英九办公室。那当然，对于这些言论，当初他们有拒绝过总是需要去说明、去了解的。那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相较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所说，台湾唯一的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还要逼我们的台湾的艺人全部都要转发，有将近100位的艺人都要转发台湾，就是叫中国台湾省。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更恶劣，更需要去谴责？这么多的台湾艺人被点名，说实话，台湾人看了是更难过、更心痛的哦，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处境。可是这些人我们也没有对他们做什么。可是相较之下，公务人员刚刚也讲，确实对国家必须要有忠诚义务，因为毕竟他们在台湾领我们纳税人的钱，是要维护台湾的不管是主权、国家的利益等等。如果你今天领的是中国的身份证，或是甚至有居留证等等，那当然大家也会质疑你对于台湾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求这些公务人员签具这个切结书，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依照我们的这个人民关系条例，如果你领有中国的这个身份证、居住证，那你也不能担任民意代表，那甚至你在台湾的户籍要被注销。那公务人员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我想台湾没有人可以接受了。那技改，现在陆委会变成警总了吗？以前民进党都在抗议有什么白色恐怖，现在变成绿色恐怖。现在连言论自由，在台湾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吗？大家不要忘记哦，民主跟自由是我们台湾人的这个骄傲。现在台湾人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嘛？这是对台湾民主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哈。我请大家提醒大家一下，以前蔡英文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为了他的国家认同道歉，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在去年的5月份，那时候有发生5月天的事件，5月天不是讲吗？我们中国人，就那时候有些人出来抗议，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赖清德是跳出来帮5月天讲话的，他说我们应该给予谅解跟体谅。那时候我在立法院也特别质询了文化部的部长哦，小伟安他讲，他说我们不应该是给他们压力啊，他们这边可能是有困难。那么回到台湾，我们一方面要欢迎他，一方面任何政府的标案或者要补助或者帮他们办活动，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我还提醒他说，那你应该他回来的时候，如果办演唱会，我们都去捧场好不好？去帮他加油。连小伟都说我们应该去啊，就短短你看多少的时间，现在民进党变成什么？现在开始在清查我们的艺人，连他们讲话的自由都没有吗？台湾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悲吗？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弄成两岸那个恶意螺旋一直在往上走，一直在往上走。这到后来结果不就是？到后来如果两岸有任何的擦枪走火或者是战争，所以在台湾真的是好的吗？我要提醒一下，刚刚我们在谈乌克兰这个事情，乌克兰现在多可怜。NBC 最近的一个调查跟报道，他说今年才过了2个多月，不对，2个多月，今年乌克兰死伤的这个人数啊，比去年一整年都还多。特别光是3月7号一天哦，就是开战以来3年死伤最多的这个一天。然后现在美国看起来为了他国家利益啊，他现在一方面叫你马上要停战啊，停战的时候要你以前付的3500亿的这个金也不止停哦，叫你把钱要吐回来。然后我要你的稀土，要你的天然气，要你的这个石油，他们说初步的这算，要5000亿以上更严重。他现在连说你被占领了这个领土，你都不能要了，都不能。然后情报也给你这个砍断了。我还注意到一个报道，非常的，然后讲乌克兰真的太可怜了。这个川普啊，派去这个做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特使啊，叫做
凯洛格怎么讲？他说为什么要暂停金援？为什么连情报都不给你？他说因为要停止战争，结果乌克兰都听不懂，所以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就像拿一个棍子在打一头那个顽固的那个骡子一样。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很顽强，叫做骡子的一个脾气，对不对？像美国人把乌克兰当成那个骡子在打，打他说要打他的鼻子，叫他要乖。你看死伤这么严重，然后到现在领土都要被占领。还连总统都要下来，多惨的一个事情！我们台湾人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吧，促进两岸和平，避免捡到这个战争里面，才会变成说今日这个乌克兰是明天的台湾。好吧，就是说呢，这个也有很多人都认为说，你这样叫公务员跟教员还有政府投资的财产法人啊，这些人都要拒绝哈。其实没有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也没有法律是这样要求的哈。那已经变成这个有点侵犯他们的权益了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看赖政府呢，嘴巴喊是要和平啊，要沟通，其实看起来那个交流越说越紧，越说越紧。你从这个观光团来不给他们来，一定要侨两会沟通才给他们来。然后呢，暨南大学、什么华侨大学3个学校不承认他的学历，然后7个军工大学不跟他技术交流哈。然后呢，这个公教人员都要拒绝哈，强迫他拒绝。然后呢，马英九被约谈等等哈，一环接一环，一环接一环哈。那你说两岸之间有可能改善吗？关系？有可能这个将来这个一路这样，大家希望的维持现状、维持和平吗？你认为如果这样搞下去，有可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